我明明是随手就能单杀 Faker 的国服第一打野，但现实里却给大学电竞社菜鸟队长当了3年辅助。一旦团战胜利，功劳全是队长的；但凡失败一次，黑锅全是我的。可我从来都不敢跟队长置气，只因我的父母从小就教育我，出门在外一定要与人为善，不能惹事。而且我的性格又很内向，从来不敢放下脸面跟人。终于，我觉得这样似乎不对。林万洲，你到底在玩什么东西？那波2塔不能越，我发了撤退信号，对面中单和射手视野消失超过10秒了，他们在反盾。撤退！我他妈碎野武僧一套连招进去，对面打野只剩一丝血皮了，我只要再补一个平 A 就能秒他！你他妈在干嘛？你在后面逛街吗？你但凡能跟上，给个控制或者给个盾，我能被对面3个包围。我的技能在保你那一波已经交到了极限，没有多余的控制了。别找借口，菜就是菜，电子竞技赢就是规矩，输了就是原罪。我把为了团队拼命带节奏，你一个辅助连最基本的保人都做不到，视野做西塞，跟节奏也跟不上，每次关键局就拉胯，你到底长没长脑子？王朝阳，你还要点脸吗？殷之宇，你什么意思？我训自家辅助复盘战队失误，关你中单什么事儿？什么意思？你要不要自己去下个录像看看？那一波是你非要追残血，林晚舟的闪现和护盾给的有多极限，长眼睛的都看得出来。要不是他开局帮你挡了对面打野的入侵，你前10分钟野区就被反烂了。自己上头松了致命节奏，现在全推给辅助背锅。王朝阳，你这社长当的可真是威风八面啊！殷之宇，你少在这边阴阳怪气。在这个电竞社，我是社长还是你是社长？战队首发名单我说了算，我带飞你们那么多次，今天我状态不好，辅助不知道兜底，我还不能说他2句了。林晚舟，你自己说，刚才那波是不是你没保住我？不是，我的问题，没有保住你。今天大家辛苦了，都早点休息吧。行了，认识到错误就行，下次比赛机灵点儿，别总让我教你做事。好了，散了吧。林晚舟，你是不是有受虐倾向？每次他乱玩甩锅你都硬扛，你真觉得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就惯着他吧，早晚有一天他能把你吸干。这3年你脾气真是越来越好了。兄弟们，今天输比赛，大家心里都不好受。这杯酒我干了，但胜败乃兵家常事，咱们下半赛区还有季军赛要打。今天这顿算我私人掏腰包犒劳大家的，谁也别跟我抢，敞开了吃，敞开了喝。谢谢社长，社长大气。今天这波我的问题，没跟上社长的节奏，下把肯定好好打。社长不仅技术好，对兄弟们更是没话说，敬野王。你看他那副得意的嘴脸，赢了是他带飞，输了他请客买人心，反正里外里好人全让他做。我不信他真的这么大方，那几张信用卡估计早就刷爆了吧。你好，打扰一下，哪位结账？一共是3050，给您抹个零，3000整。我来，我去前台扫码，你们接着吃，别停啊！晚舟，你出来一下，帮我拿点解酒药，前台好像有。晚舟，兄弟今天出了点状况。晚舟，兄弟今天出了点状况，我那个招行的信用卡这月额度刷爆了，支付宝今天也提限额，扫不出去了。所以呢？你先帮我垫一下这3000块钱，大家都在里面看着呢。我总不能现在回去跟学弟学妹说我要跟他们 AA 吧？那我这社长的面子往哪儿搁？战队的心气还要不要了？你先付，明天一早我保准转你。我卡里这个月的生活费也不多了。哎呀，就3000块钱，你至于吗？平时战队训练我带你上分，现在社团需要凝聚力，让你帮个小忙，你推3阻4的，我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整个团队？快点，服务员看着呢，别磨叽。支付宝账3000元。谢了兄弟，明天肯定转你。走，去接着喝。跟我还客气什么？说了我请就是我请。排位匹配成功，当前分段巅峰王者2500分。我操，兄弟们，撞车了！对面打野是寂静无声，这把没得打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First blood，这手速，这伤害计算，他连我几秒钟后升4级的经验都算死了，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Defeat。朱阳啊，这份报告写得非常出色，这热力图
这刷野路线的概率推算，简直可以说是青训营级别的心血之作。你能有这个钻研态度，老师很欣慰。社长牛逼啊！这得熬多久才能做出来？连对面打野习惯在几分几秒差眼都算得清清楚楚。有了这个，咱们下场比赛闭着眼睛都能赢。陈老师过奖了，昨天半决赛输了，我痛定思痛，觉得作为队长必须承担起责任。昨晚我一个人在训练室熬了1个通宵，查阅了对手近3个赛季的所有比赛录像，才整理出这份报告。只要能帮战队拿下季军，我个人辛苦一点算什么？王社长，你确定这是你昨晚一个人熬夜写出来的？当然，子宇，你有什么问题吗？这份报告里的 Python 爬取数据格式、热力图生成习惯，甚至第3页那句利用敌方辅助插眼真空期进行反野的措辞，分明是林晚舟的个人习惯。还有，你连神域对决的数据接口怎么调用都不知道，你跑得出这种底层逻辑的数据，这根本就是晚舟的心血。子宇，你这就不懂团队合作了吧？这份报告的核心战术思路、分析大纲确实是我构思的。我只是把基础的数据收集工作交给了晚舟，让他帮我跑了一下程序，顺便排了个版，对吧，晚舟？我让你帮忙排版，你没意见吧？陈老师最看重团队和睦，当众撕破脸，战队会立刻面临停赛审查，季训赛资格很可能取消。大一新生们半年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又是为了战队。对，是我帮社长排的版。你看，我就说嘛，晚舟也是团队的一份子，大家分工合作。我是社长，功劳算我的，也就是算整个社团的，都是为了咱们电竞社好嘛。很好，电子竞技就是要讲究这种无私的团队精神。子阳有大局观，晚舟执行力强，这种互帮互助的氛围非常难得。好了，我们继续。林晚舟，你是不是没救了？那是你熬了3天3夜的心血，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像个小偷一样把你的东西据为己有，你到底在怕什么？陈老师在场，闹翻了，季军赛的资格会被取消。你以为你委曲求全就能换来好成绩？靠他那种只会甩锅的半吊子打哑，拿着你的战术也是废纸一张。你看着吧，人的贪欲是无底洞，你今天把战术让给他，明天他就敢把你整个人吸干。他至少会为刚才的窃喜说句抱歉吧，或者提一下昨晚垫付的那3000块饭钱。晚舟，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咱们下周季军赛，大家的外设都有点老化了，影响操作。我看中了一批大蛇的机械键盘和鼠标套装，5套下来大概6000多。你手里不是还有点积蓄吗？你先垫一下，给店老板转过去。下个月等他经费批下来，我连昨天的饭钱一起给你报销了。为了战队拿名次，这点觉悟你有吧？对付定金2000，你先垫一下。上周网吧包机的1500，明天转你。这次聚餐3000，你扫个码，算兄弟借你的。殷子宇说的对，人的贪欲是无底洞，善良如果不带锋芒，那就是对自己最残忍的剥削。一码归一码，先把昨晚的3000元饭钱结清。另外，以后战队的数据分析和战术报告你自己写。从今天起，老好人林晚舟死了，退让的时代彻底结束。兄弟们，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经过我多方斡旋和找私人关系，终于成功约到了国内顶级战队锋芒的青训营。这个周末，他们将全队来到我们学校附近的星际电竞馆，和我们校队打一场线下的 BO3表演赛。锋芒战队，国内神域对决职业联赛的顶级豪门，哪怕只是青训队，对普通大学电竞社来说，也是遥不可及的存在。我操，锋芒的青训队，社长你没开玩笑吧？你连这种职业圈的关系都有？我的天，我做梦都想亲眼看看锋芒青林队的打野是怎么刷野的。社长牛逼，社长太有排面了吧？那周末的场地费和接待费肯定不低了吧？要不咱们群里大家 AA 一下？A 什么 A？ 跟你们王哥客气什么？人家大老远跑来跟我们打指导赛，是给我面子。周末星星电竞馆的 VIP 比赛区，还有所有的水酒饮料、赛后聚餐，我全包了。你们只要负责把比赛打好，别给我丢人就行。社长威武，咱们电竞社的财神爷，跟着王哥混，天天吃海鲜。换做以前，我可能也会跟着发个社长牛逼的表情包，然后默默去清点公共设备，准备后勤。但现在看着那句我全包了，只觉得无比滑稽。晚舟，群里的消息看到了吧？周末的表演赛可是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拉来的资源，
你现在赶紧去一趟星际电竞馆，把 VIP 区的场地给落一下。场地的定金是2000块，加上给青训队准备的高级水酒和零食，差不多1500块，一共3500。你先垫一下，付给老板。记住了，接待标准一定要高，别让职业队觉得我们学校寒酸。我昨晚说的很清楚了，饭钱还没还我，场地费我没钱垫。林晚舟，你有完没完？你是不是还在为昨天数据报告的事闹情绪？我都说了那是为了战队好。再说了，这3500块钱是公事，锋芒战队的人周末就到了，你不去定场地，难道让大家在马路牙子上打比赛吗？你知不知道这关系到我们电竞社在职业圈的脸面？大局观懂不懂？赶紧去把钱交了，下周我一并转你。想装大款，想在120个人面前立富二代人设，好，成全你。本周发起了一个群收款，金额3500.0元，等待王朝阳付款。社长，周末表演赛的场地定金2000元及高级局水酒接待费1500元，明细已列出，共计3500元。刚才你在群里说周末的费用你全包了，请你把这笔款项付一下，我好去电竞馆确认场地。职业战队周末就到，场地不等人，辛苦社长。什么情况？社长刚才不是信誓旦旦的说我全包了吗？难道所谓的全包，平时都是让林晚舟私底下垫钱的？干得漂亮啊，林晚舟！你小子终于支棱起来了。黄子阳，社长大气啊！这笔钱一付，咱们周末的场子就彻底稳了。不愧是咱们的财神爷，说话算话，大家快谢谢社长！谢谢社长！坐等社长付款，周末看表演赛喽！社长牛逼！社长牛逼！林晚舟疯了吗？他怎么敢当着120个人的面把这笔账摆到明面上来要？这让我的面子往哪儿搁？我刚才装出去的逼，现在全变成了架在我脖子上的刀。林晚舟，你他妈什么意思？你在群里发这个干什么？你是不是想造反？赶紧给我撤回！无法撤回，请付款。收到，这就去定场地，大家周末见。林晚舟，你长本事了是吧？当着全社团的面给我难堪，你给我等着，这件事没完。是不该完，表演赛的钱你付了，但前天晚上海鲜大排档的3000元饭钱你还没有转给我。今晚12点是最后期限，不转我会把当时的结账流水一并扔到群里。对于吸血鬼来说，最可怕的不是猎物的反抗，而是猎物突然拥有了能把他们暴露在阳光下的底气。这只是个开始，被逼急了的王朝阳一定会为了找回面子做出更不择手段的反扑，但我不在乎，因为那张尘封已久的寂静无声的底牌已经准备好在最盛大的舞台上将这些虚伪的谎言撕得粉碎。支少宝到账3000元，钱转你了，你行，你真行，为了这么点破钱，连兄弟情面和战队大局都不要了是吧？你给我记住今天的事，咱们走着瞧。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在这位富二代野王的逻辑里，要回属于自己的钱，反倒成了破坏大局的千古罪人。明天的电竞社绝对会有一场针对我的鸿门宴。这周末，锋芒青训队就要来打表演赛了，这是我们社团有史以来面临的最高规格的对手。为了确保战队能打出最好的状态，不给学校丢脸，我决定对首发阵容进行一次调整。昨天被逼着在百人群里付了3500，半夜又极其屈辱的还了3000。我长这么大从没吃过这么大的鳖，今天必须把场子找回来，把他彻底踩在脚下。半决赛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之所以会输，根本原因就在于野辅联动彻底断量。林晚舟最近状态极差，不服从指挥，个人情绪严重影响了团队配合。面对锋芒青训队这种强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绝对听从指挥、跟上我节奏的辅助。所以周末的表演赛，林晚舟下放替补席，首发辅助由李威顶替。王朝阳，你疯了吗？尹之宇，注意你的态度，我是队长，首发名单我有绝对的决定权。你让他上一个连真假眼都分不清的新人去打职业青训队，你这叫调整阵容？你这叫送死！林晚舟是全队大局观最好、视野控制率最高的人，你把他换下去，就因为昨天他在群里要了你该付的钱？王朝阳，你敢不敢再公报私仇一点？
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什么钱不钱的，那是公事。我换人是因为战术需要。李威虽然操作没那么细，但他听话，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保我。电竞圈成绩说话，我是社长，我说换谁就换谁。哼，你一个中单管好你自己的对线就行了。领队，你别生气，我虽然技术不如晚舟学长，但我绝对100%听社长的指挥。社长让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选个带护盾的英雄，死死保住社长，肯定能赢的。林晚舟，你说话呀！你就由着他这么瞎搞，这场表演赛要是输得太难看，整个电竞社的脸就丢尽了。好，我服从队长安排。林晚舟，你别摆出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别以为电竞社没你不行。等周末我们赢了，你就在替补席上好好学学别人是怎么当辅助的。我当然知道电竞社离了我也能转，所以我很期待周末的比赛。希望你们的野辅联动能给职业青训队一点小小的震撼。祝你们玩得开心。管理员林晚舟已退出电政核心战术 BP 群。既然我不是首发了，那关于战队后勤、周末电竞馆的场地对接、水酒物料核算，还有对战 BP 的准备，就麻烦王社长亲自操心了。我一个替补就不越俎代庖了。退群了？他竟然把所有后勤和战术群都退了！过去3年，从场地预定、设备调试到对手的 BP 习惯分析、战队盒饭预定，全是他一个人在默默打理。我这个社长，平时只需要穿着光鲜的队服，在最后关头出面拍几张合照就行。现在他撒手不管了，周末的设备谁调？赞助商的盒怎么挂？青训队的接待流程是什么？看什么看？他不管了，我管！不就是订个外卖、挂个横幅吗？有什么难的？李威，你今天不用练补刀了，去把周末的物料清单给我列出来。啊，社长，我不会列清单啊，我连他们喝什么水都不知道。不会就去查，一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有什么用？王朝阳，你慢慢享受你独揽大权的滋味吧。希望周末的时候你还能笑得出来。剥去那层吸别人的血伪装出来的华丽外衣，原来这就是这个自大狂最真实的模样。锋芒青训队到了，带队的这个男人正是电竞圈出了名铁面无私、极暴躁的战术法师张教练。好戏终于要开场了。张教练你好，你好，我是咱们校队的队长兼社长王朝阳，之前是托我舅舅那个电竞协会的李主任跟您联系的，真是不好意思，今天人太多，场馆有点乱，您这边请。VIP 休息室已经准备好了。这就是你们电竞社的接待标准。比赛马上开始了，场馆网络延迟测了吗？外设驱动装了吗？战队 BP 版呢？这网络网吧老板说没问题的。那个负责后勤的同学今天突然请病假了，稍微有点疏忽。教练您见谅，咱们还是以切磋技术为主。切磋为主嘛。哼，连最基础的后勤保障和赛前测试都做不好，我看你们根本没有把竞技当回事。如果不是因为……算了，20分钟后上机调试，别耽误我们的时间。教练，这破学校的校队连个网管都不如，咱们大周末的推了和隔壁俱乐部的训练赛，跑来打这种虐菜局干嘛呀？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你们懂个屁！昨晚数据分析部查到了寂静无声的 IP 登录节点，最后一次上线的位置就在这所大学附近的基站。那个怪物绝活哥绝对隐藏在这个学校里。今天这出戏就是为了把他逼出来。你们待会儿上场不用留手，给我往死里打！我倒要看看，把他们校队的脸踩在地上摩擦，那个隐藏的豪会不会不坐视不理？过去3年，电竞社所有的战术体系 BP 压制，都是我提前几天熬夜做好的战术版。王朝阳在台上只需要照本拍科，就能装出一副战术大师的模样。但今天，他的脑子里空空如也。BP 环节开始，请蓝色方竞技英雄随便搬几个比版本强势的就行了，把对面常玩的禁了。王朝阳，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根本没研究过对面的体系，对面青训打野是个绝活绞肉机，不搬他你要等死吗？我说了算还是你说算？放给他，我待会儿拿碎岩武僧在野区直接单杀他，证明给张教练看谁才是真正的野王。完了，对面这套阵容，你的武僧只要敢踢进去，在半空中就会被控到死。王朝阳，你连基本的阵容克制都看不懂了吗？李威，看什么看？赶紧选个带净化和加血的软服死保我！
只要你保得住我照样能把对面杀穿。社长，我选这个行吗？我符文带什么？我没打过这么高端的局，我手心全是汗，鼠标都握不住了。好戏开场了，加油，野王！欢迎来到神域对决，全军出击！王哥，用你的碎眼武僧踢爆对面的职业梦！小队必胜！张教练就在台下看着，全校几千人在看直播，我必须证明自己，证明我不需要林晚舟那个躲在暗处的辅助，照样能 carry 全场。李威，别管下路兵线，直接跟我进对方野区，我们去反他们的红 buff。只要前期把他们打野的节奏废了，这把我们就赢了一半。啊，反野？可是社长，我还没有买河道的视野眼。买什么眼？冰柜神速懂不懂？哼，跟着我走就行了。我这英雄前期无敌。不要进那个草，有埋伏啊，社长！First Blood。李威，你是死人吗？你为什么不走在前面探草丛？你为什么不给我加血？我被3个人蹲，你在后面逛街。社长，是你让我别管视野，直接跟着你的。我的技能距离不够，我根本来不及加血啊！王朝阳，你脑子呢？对面是什么阵容？你一个拿头开团的脆皮打野，不看视野就敢一级入侵职业队的野区，这锅你也要甩给辅助？你闭嘴！意外而已。等我复活，我照样杀穿他们。跟我打大龙，快点！李威给我顶在前面，我们必须把节奏抢回来。Double kill, triple kill, ace。这就是吹传队社长野王，我奶奶用脚打都不会12分钟死7次，辅助像个瞎子，雅雅像个脑淤血患者。之前林婉瑜当辅助的时候还能苟到后期，现在连底裤都被扒没了。Defeat。都怪你，你这个废物，连个眼都不会插，连个血都不会加，是你毁了我的比赛。靠吸食别人血液堆砌起来的虚荣堡垒，一旦失去了供血者，坍塌的速度比纸白无污还要快。喂，够了！闭上你的嘴！你嫌在台上丢人还不够，还要当着全校的面展示你的无能吗？张教练，这把是意外，主要是我们这个新辅助太菜了，完全跟不上我的节奏，视野也不做，技能也不给，我平时不是这种水平的。王朝阳是吧？昨天晚上，你突然把这份战术报告发到我助理的邮箱里，说是你们校队自己研发的战术体系，以此来向我证明你们有资格和锋芒青训队打这场指导赛。我在来的路上看了整整3遍，里面的视野布控、经济转化率推算，以及利用敌方辅助插眼真空期进行反野的底层逻辑，简直堪称大师级。我甚至以为你们这所大学的电竞社里藏着一个懂战术的超级天才，结果呢？你们提交上来的报告写得像个战术大师，结果打起比赛来像个不带脑子的废柴。报告里第3页明确写着，不可在无视野情况下强行入侵红区，而你开局不到1分钟，就像个青铜段位的新手一样，一头扎进我们的包围圈。告诉我，这份报告到底是谁写的？是你这头连基础操作都变形的人才写的吗？你连最基本的阵容克制都不懂，你拿什么写出这种级别的分析？教练，我今天状态真的不好，这报告确实是我……放屁！电竞是纯粹的，你可以菜，可以输，但你绝不能弄虚作假，把别人的心血拿来往自己脸上贴金。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坐在电竞椅上，更不配当一个战队的队长。我推掉了今天原本要和雷霆战队约好的正规训练赛，大老远带着首发青训队员跑到你们学校，不是为了来看这个学校表演过家家的。我们俱乐部的技术部追踪到了一个账号的 IP 地址，最后一次登录的基站就在你们学校。我今天来只为了找一个人，你们学校那个 ID 叫寂静无声的绝活哥到底在哪儿？我操，我没听错吧？寂静无声，那个国服巅峰榜第1，专门在深夜屠杀职业选手的怪物打野，他竟然是我们学校的，这怎么可能？难怪张教练这种级别的大佬会亲自带队过来，他这是来招安大神的。不可能，张教练，你们肯定查错 IP 了。我们学校连个王者大师段位的都没几个，怎么可能隐藏着寂静无声那种大神？他绝对不是我们学校的。寂静无声，我知道你就在下面。
既然你昨天深夜还在用暗影夜魔杀穿高端局，证明你心里还有对这片赛场的渴望。怎么？难道你今天就打算躲在台下，看着你们学校的战队被一个冒牌货带向耻辱的深渊吗？出来，让我看看国服第一的真面目！到底是谁啊？大神快出来啊！救救场吧，校队的脸都丢尽了。那是谁啊？怎么这个时候往台上走？哎，那不是咱们电竞社原本的首发辅助林晚舟吗？还真是他，他不是被社长换下来坐冷板凳了吗？他上去干嘛？嫌我们学校丢人丢的还不够吗？难道是受不了委屈，上去找社长干架的？林晚舟，你上来干什么？来看我的笑话是吧？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这里是你能上来的地方吗？给我滚下去！太冷静了，在这被几千人围观、全校直播的舞台上，他居然毫无波澜。校队刚遭受奇耻大辱的场合下，这年轻人的眼神里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就像一滩深不见底的湖水。王能阳，你要干嘛？比赛打成这副烂摊子，晚舟上来看看都不行吗？你要是敢动手，我现在就叫保安。他看什么看？他不就是想趁着这个时候上来踩我一脚吗？我告诉你，林晚舟，我告诉你，就算输了，就算我名声臭了，电竞社也轮不到你来做主。你就是个只会玩软辅的混子。踩你，王周阳，你是不是内心戏太多了？看来你从没把我当兄弟。我上来只是不想看着我们学校电竞社的名字被你这种电竞混子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你住手！你上来是为了证明什么？你就是那个写出战术报告的人？那份野区视野大数据分析是我用了3个通宵写的。很抱歉，教练，让您大老远跑来看了一场极其糟糕的猴戏。除了这份报告，你到底是谁？教练，您刚才不是说您推掉了所有训练赛是为了来找一个人吗？借你们的备用机一用。给他开机，连接大屏幕投屏。D 身份认证中，验证通过，欢迎回到神域对决，尊敬的巅峰找会者。寂静无声，真的是寂静无声！那个把职业选手当猴耍的国服第一刺客，竟然真的是林晚舟！一个国服第一的野王，竟然被逼着打辅助，还被社长天天骂菜。王朝阳，你到底是有多瞎呀？你让国服第一给你打辅助，你还嫌人家不保你？你一直瞒着我，你平时那些下饭造作都是装的，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假的，肯定是假的！张教练，你们别被他骗了，他就是一个只会背锅的青铜辅助，这个号肯定是他花钱买来的。对，他昨天在群里找我要了3000多块钱，肯定就是去黑市租了这个号的临时使用权来装逼的。摆的号，王卓阳，你这种没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懂什么？神域对决的巅峰物理磁卡绑定了指纹和虹膜双重认证，根本不存在代打和买卖的可能。他就是寂寞无声本人。我找了你整整半年，半个职业圈的战队都在查你的底线，想把你挖过去。没想到你竟然蛰伏在一个大学的破电竞社里，还被一个白痴按在替补席上。教练，我说过，我只是不想学校的名字被玷污。既然您大老远带队来了，总不能连一场尽兴的比赛都没打就走。王朝阳，你不是一直觉得你输比赛是因为没有好辅助吗？你不是一直标榜自己是野王吗？现在，请你去辅助位坐好，好好看清楚，到底什么是电竞精神。你算老几？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我是电竞社的社长，就算你是寂寞无声，这场比赛的名单也是我定的。哼，你现在只有2个选择，要么坐在这里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顶尖打野是怎么玩的，要么现在就滚出这个场馆。我立刻给你们学校教务处打电话，通报你战术造假、败坏电竞精神的事，你自己选。打野位是那么好打的吗？对面可是锋芒青练队的首发阵容，你一个路人王，平时打排位就算了，真上了正规比赛，我看你怎么被对面的战术体系玩死。只要你这把输了，你也就不过如此。晚舟，不对，大神，这把我玩什么我都听你的。天哪，我竟然在给寂静无声打中单，我做梦都能笑醒。子宇，拿你最拿手的法科，这把不用你游走，死死按住中路兵线就行。大一的几个选带有稳定控制的前排，至于辅助选个肉，不用你带节奏，当好你的辅助就行。进入 BP 环节，搬掉对面的硬控辅助，搬掉那个能割战场的上单。这嗅觉，这大局观，这小子不仅是个操作怪，他的战术储备完全是顶尖教练级别的。
锋芒这次真是捡到宝了。我去，武僧！万州大神竟然选了社长上一把送超弹的英雄，这绝对是故意的！这是要手把手教某人怎么玩游戏啊！杀人诛心，这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林晚舟，你装什么大尾巴狼？碎眼武僧这个英雄现在版本根本就是下水道，对面上把已经摸透了，你选他出来是嫌我们输得不够快吗？哼，别以为自己是个路人王就能无视版本。没有废物的英雄，只有废物的置换师。这把我绝对不会给你提供任何视野，也不会给任何保护。我要冷眼旁观，看着你这个敢羞辱我的家伙，怎么在野区被对面的清巡队撕成碎片。全军出击！王朝阳，你在干什么？滚去河道做事啊！你吃我经验，我怎么到2级？我卡了不行吗？手抖点错了。再说了，我们这把有寂静无声大神带飞，他那种意识还需要我做视野？他自己不能预判吗？太不要脸了吧！明着摆烂啊！这社长真恶心，自己菜还不让人家赢。对面那个摆烂副主在中路露头了，没做视野。放心刷，对面打野肯定在自家蓝区，这把稳了。我去，他怎么在这里？ First Blood， 太帅了吧！猛视野闪现抢红 buff 杀人，这简直不是人类能打出来的操作！这就是寂静无声，这就是统治暗夜的刺客之神，完美，太完美了！他甚至连对面打野用平 A 拉野怪仇恨的时间都算进去了，所以他才能在墙后卡住那极其苛刻的0.5秒视野盲区。这不是运气，这是经历了上万次实战才磨练出来的恐怖肌肉记忆。运气好而已，对面大意了。王朝阳，收起你那点恶心人的小心思，我不需要你做视野，也不需要你保。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待会儿团战的时候，给我上去抗伤害。First Blood， 哎呀，鼠标突然卡了一下，万州你别介意啊，我都说了我不擅长打辅助，你非要我打。这野怪回血了，你自己重新打吧。这社长简直是个毒瘤，这种人到底是怎么当上社长的？举报他消极比赛啊！心疼晚游大神，带着这种拖后腿的人怎么打呀？晚舟，对面全在龙坑不见了，视野全黑，我们过不去啊！要不这条龙放了吧？不能放，放了高地必掉。所有人，跟我往河道靠。大一的2个前排，捏好你们的控制技能。王朝阳，快去最前面去探草丛，你要把肉盾辅助的作用发挥出来。探草丛，好啊，对面全是连环硬控，只要我走在最前面，对面必定先手开我。到时候林晚舟赶上来救，就会被结果带走；不救，大龙就得拱手让人。无论怎样，你林晚舟都得背黑锅。行，我去就我去，你们跟紧点儿，别怪我没给你们探路。我被开了，他们5个人都在蹲我，救命啊！晚舟，快救我，我扛不住了！就是现在！林晚舟，你在干什么？没看到吗？你为什么不上来救我？看着我死！好，很好，你的任务完成了。不好，他的目标是我们射手，保护后传。1传3！我的天哪，这是什么神仙古河连招？接控制。Double Kill，Triple Kill，Quadra Kill， 大获全胜。太强了！这就是国服第1的神仙操作吗？把社长当诱饵，这战术简直绝了！谁说我们校队只会送的？社长这个沙包当得好啊，用他这条命换了对面4个，值了！王朝阳，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不需要你保。像你这种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出风头的人，我早就算准了你会摆烂。你在这个赛场上唯一的价值就是吸引火力，用你刻意的破绽让对方将计就计。你真的懂电竞吗？你知道什么叫队友吗？找到了，我不仅找到了一个操作天下无双的刺客，更找到了一个拥有绝对冷酷大局观，能在逆境中把拖后腿队友利用到极致的真正天才。都别慌，刚才那波是我们大意了，全把技能交在了一个沙包身上，对面除了那个打野是个怪物，哼，其他4个全是不堪一击的破绽。接下来避开打野，主抓他们的上下2路，
通过兵线拉扯拖垮他们。阮州学长，我下路2塔要掉了，对面3个人在越我，上路也顶不住了。他们上单控制兵线，我连经验都吃不到啊！呵呵，路人王又怎么样？你一个人再秀，能带得动3个菜鸟？打野的节奏一旦被面拖入单带局，你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也使不出来。林晚舟，这把咱们输定了！都闭嘴！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哪怕是按一个技能，都要听我的指令。我让你们上，你们就上；我让你们退，就1秒钟都别多留。射手，放正下路2塔，往中路靠，和子羽一起吃线。上单，去打石头人野怪，不要漏日野。这波对面的打友和辅助会在10秒后出现在你们家红 buff 的位置。啊，他们怎么会去红区？因为他们想抓你们换线的时间差。别问为什么，照做。我的天，这意识他开了全图外钻吗？精确到秒的预判，他连对面打野的心理想法都算得一清二楚。见鬼了！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无处不在？我们的视野明明全占了，他到底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他的走位全在卡我们的视野盲区。这个人的基本功和战术素养，根本就不是路人局能练出来的。这绝对是一个顶级的战术大师，天才！不，这是怪物！他对兵线的理解，对局势的把控，甚至超过了职业联赛里大部分的首发打野。锋芒如果能得到他，明年的春季赛绝对能杀入4强。林晚舟，我承认你有点实力，但这波远古龙团对面肯定是5个人抱团，我就不去。我看你4打5怎么赢？只要这把输了，你依然是个败军之将。4打5又如何？没有那种只知道拖后腿的人，这波团更好打。子羽，等下你不用管别的，只要对面射手露头，直接把所有的爆发技能全砸向他。前排的2个，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死死抱住对面的中单，1秒钟都不许松手，剩下的交给我。开团！赢了，没前排了，先杀法师，再杀打野。敌方射手阵亡。Double kill！ 我的天，这什么手速？他同时操作了3个技能方向。Triple kill! Quadra kill! Penta kill! 快救大神！快救大神 Victory! 真正的猎手，从来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是猎手，因为当他拔剑的那一刻，他就是巅峰。王朝阳，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教练，我这把是没发挥好，但我承认林晚舟操作确实比我强。可那份战术报告，还敢提那份报告？就在刚才那长达30多分钟的比赛里，林晚舟对全图兵线的理解，对你们上下2路防守漏洞的嗅觉，以及他在远古龙坑那种将队友的失误都计算在内的大局时，完美契合了那份战术报告里的每一个核心底层逻辑。只有拥有这种顶级游戏理解的人，才能写出那份大师级的视野防守图。王少阳，你连一个白银段位的打野思路都没有，你还敢厚颜无耻地说那是你构思的？太不要脸了！偷别人的战术去邀功，被拆穿了还死鸭子嘴硬。你们有什么证据？就因为他打游戏厉害，报告就一定是他写的吗？我是社长，我平时看了那么多比赛录像，我说我是我口述让他代笔的，你们能证明不是吗？你要证据是吧？尹子宇，你要干什么？你别在这儿添乱！导播，麻烦切一下大屏幕。王周阳不是要证据吗？大家看大屏幕，这是那份下半赛区重点战队野区视野大数据分析的原始 Word 文档，大家看清楚了。文档创建者林晚舟，创建时间3天前的凌晨1点45分，修改记录一共37次，每一次修改的时间都在凌晨2点到5点之间。王社长，你不是说你通宵熬夜写的吗？你不是说是你口述的吗？请问你是怎么在睡得像死猪一样的同时，用意念控制林晚舟的电脑，进行了37次核心数据的推演修改？
你是不是觉得全天下就你一个聪明人，别人都是任你糊弄的傻子？偷战术的事儿说清楚了，咱们再来聊聊你平时最喜欢立的富二代和豪爽大哥的人设。子宇，尹子宇，你别说了，这跟比赛没关系。晚舟，你快让他闭嘴，咱们有话私下说。面子真的很重要吗？这3年，你为了你的面子让我垫的钱，我想我们应该清一下了。大家看，这就是你们平时一口一个王哥大气的好社长。大前天的海鲜大排档，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他请客，转头就在走廊里以限额为借口，逼着林婉冲颠覆了3000块钱。事后不仅不还，还意图用大局观道德绑架。上周的网吧包旗训练1500元，林婉舟垫付；上个月的队服定金2000元，林婉舟垫付。还有今天的这场表演赛，他昨天在群里信誓旦旦地说全包了，背地里却让林婉舟去垫付那3500元的场地费。要不是婉舟突然清醒了，直接在群里发了收款码，今天这笔烂账又落在了婉舟头上。我操！原来我们一直花的是婉舟学长的钱。王兆阳，你还是个人吗？人家婉舟学长自己省吃俭用，你拿他的生活费去装大款泡学妹，把钱吐出来，你这叫诈骗，不要的东西！亏我之前还觉得他是个好队长，我呸，恶心透顶！不是的，我是借的，我只是忘了还。我们是兄弟啊，林婉舟，你以前都不会跟我计较这些的，你现在为什么要这么绝啊？兄弟，你踩着我的心血去邀功的时候，想过我们是兄弟吗？你拿我的钱去买你的面子，甚至为了报复把我按在替补席的时候，想过我们是兄弟吗？以前不计较，是因为我以为退让能换来团队的和谐，但现在我明白了，一味的退让只能换来更大的黑暗。唯一能治好你这种贪得无厌的办法，就是把你放置在阳光下，把社团搞得乌烟瘴气，弄虚作假，你简直败坏了学校的校风。我一直以为电竞社在王兆阳的带领下是个团结向上的集体，没想到这华丽的袍子底下竟然爬满了吸血的柿子。王朝阳，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仅把队伍带成了一盘散沙，还敢用坑蒙拐骗的手段把别人的心血拿来给自己邀功。你把学校的脸面，把电竞精神当成什么了？陈老师，我错了，我一时糊涂啊！我把钱还他，我马上还他！求求您别通报，要是通报到档案里，我这辈子就毁了。我们学校绝不容忍这种学术和智力成果上的造假，剽窃他人工作成果，严重违反社团规定与学校纪律。这种行为性质极其恶劣。经过教务处和指导老师的初步核实，现在我宣布，立刻撤销王禅阳电竞社社长职务，全校通报批评并记大过一次，取消其大学期间所有平庸及奖学金资格。另外，责令王朝阳在3天内将所有以任何名义骗取、胁迫林婉舟的垫付的款项如数付还，并向林婉舟及全体社员公开道歉。同学们，不要以为只有写在史上的论文才叫心血，在电竞圈，战术体系、数据推演、视野布控这些智力成果同样受保护。靠偷别人的成果撑门面，靠虚荣去骗取尊重，走不长远。记住，在这个赛场上没有捷径可走，实干才是唯一的根本。只有像林婉舟这样，在无数个黑夜里默默复盘，敲下每一行数据，练好每一次肌肉记忆的人，才配站在巅峰。林婉舟，寂静无声大神，你那恐怖的操作和顶级的战术大局观，不应该被埋没在一个大学的替补席上。我代表锋芒战队，正式向你递出青训营的试训合同，来真正的赛场吧，这里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你。谢谢张教练。自从王兆阳被开除出社团后，电竞社经历了彻底的大换血。尹芷宇凭着极强的责任心和直率的性格，被大家全票推举为新任社长兼领队。而今天，是他们为即将前往锋芒俱乐部报道的林婉舟举办的欢送会。兄弟们，今天这顿饭老规矩 AA 制，谁也别装大款，扫码付款，同寿无期，吃得踏实，喝得痛快。好嘞，社长英明。在彻底斩断了过去的隐忍和吸血鬼的羁绊后，我终于在这群人中找到了真正的团队归属感。来，吃饱喝足，大家一起拍张大合照。你往哪儿躲呢？今天你是主角，你给我站中间。婉舟大神，你现在可是我们学校的电竞之光，必须站 C 位啊！就是，以后等你拿了世界冠军，我们还能拿这张照片出去吹牛呢。以前没人看见你，现在这里是你的主场。3、2、1，茄子！属于老实人背锅的时代彻底落幕。
而属于寂寞无声的电竞传奇才刚刚开始。